少林功夫和泰拳在实战规则下到底谁更能打？这场比赛，少林功夫的代表便是58岁的实战派武僧释延滋。曾苦练30年少林功夫的他，早已将少林功夫练到了炉火纯青，巅峰造极，更是练就了一身的铜皮铁骨。不说刀枪不入，但是一般的拳腿功夫还真伤不到他分毫。虽说已经53岁，但却有着23岁的身手。我们看，在和外国总统级保镖切磋的时候，他一敌二也丝毫不落下风。像徒手劈砖头、胸口碎大石、喉结顶钢枪他也完全不在话下。我们再看这场比赛，泰拳的代表便是38岁的泰拳6冠王阿顿·彭查拉奇。此人在泰拳界的身份和地位相当之高，就连拳王波球见了他也要叫声师叔。而且阿顿·彭查拉奇9岁就开始打拳，是一个真正身经百战的老将。本场比赛，少林功夫对战泰拳，看一下实战规则下到底谁才是最能打的武术。少林三手。这个。一记迎击。对吧？旁边很多人在提醒你，释延滋一定要注意保护头部。对，又是一个前腿的鞭腿，侧踹，手还是要拿高一点。双方今天是38岁对战58岁但是看起来怎么感觉泰国选手更像是58岁呢？我们看阿顿·彭查拉奇，他的双手非常的松散，中门大开，只要我们的释延滋师傅一出手，基本上都能够打中对方。做好头部的防护，漂亮。当然，这个攻击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是不得分的但是不得分得势在1、2招之间也能看出来这个武术的风采。对。我们看泰选手这一阶段的拳腿的力量加上来了，又是一个勾踢。刚刚的这个腿法是释延滋比较擅长的少林扫帚腿。当然了，这都是小活释延滋最强的还得是他的少林72绝技，包括他的金钟罩铁布衫。其实这也是我赛前最担心的一个问题，一旦挨到对手的这种重拳重腿的话，好，第一回合结束。在第一回合，相信观众朋友们看的都是非常清楚的。58岁的释延滋在整体局面上来看真是全方位吊打对手。而这个泰国的6冠王阿顿·彭查拉奇他还有点不太服气他呢很想展示自己的抗击打能力，和释延滋比上那么一比。但是结果显而易见，他很不抗打，而释延滋虽说已经58岁，但功底还在金钟罩铁布衫依旧非常的强硬。好，我们注意看场边休息的阿顿·彭查拉奇，38岁的年纪这头发都快没一半了。照这么发展，我觉得不要打拳了，干脆来少林寺出家当和尚，剃发都省了。漂亮，上来就是一个鞭腿加一拳，漂亮，机会。裁判这时候及时冲上来，开始给对手读个8。其实我觉得这里裁判的读秒有点早了，如果再给释延滋个2、3秒，恐怕现在对方已经躺在地板上，已经是不省人事了。好，还能打，对方还想坚持，这是要加强拳法的进攻。连续的鞭腿，漂亮。再次倒地。我这一看，观众朋友们，这阿顿·彭查拉奇这是昨天没睡好这是困了。到比武的擂台上，我们看他是比赛结束，这场少林功夫和泰拳之间的较量结束了。阿顿·彭查拉奇他再也站不起来，而释延滋也是一脸担忧，毕竟是出家中人嘛，他也不想伤人。能看得出来，释延滋他应该在比赛当中已经是有点手下留情了。我知道上一场比赛呢，可能打得有些过于轻松了，有些观众朋友们会提出质疑，说这太轻松了，是不是对手实力不行那接下来释延滋的对手是一个20岁刚出头的黑人选手对方正值
巅峰时期，而且打法凶狠。看一下释延滋这一场比赛的表现，观众朋友们千万别眨眼。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2018登峰造极，5级天下，这是7国拳王争霸赛，我们在天地之中河南登峰为您奉上这场比赛。那么本场比赛呢是一场男子80公斤级的超级战，南方选手是来自坦桑尼亚的盖博瑞，红方选手呢是名副其实的一位少林老将，实战武僧第一人释延滋。释延滋师傅的这个力量非常大啊，这个非常稳健。这场比赛我们看释延滋打的是相当的激进，依旧是以推法进攻为主。哎，飞踢，哇，这一脚，哇，直接把对方踢出2米多远。好，站起来还能打。他比南方选手，也就是他的对手盖博瑞要整整大上21岁啊！好，打到了。2、3、4。看看刚才，比赛结束啊！比赛结束，非常意外啊！这个太意外了。这个好，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仅用时不到1分钟啊，42秒，用他的少林铁扫帚腿啊，又一次 KO 了对手，比上一场还要快。不是这2个人实力太弱，而是我们的少林武僧啊释延滋实力太强。我并不是一味的吹嘘释延滋啊，观众朋友，他都53岁了，能有这么强大的本领，我觉得，这已经很值得我们尊敬他了。好，看对手表情相当痛苦了，这种表情观众朋友们绝对装不出来。好，恭喜释延滋获得比赛的胜利，同时也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开场就被凌空抽射踢倒在地，全场的韩国观众都激动到站起来鼓掌。武僧义龙一脸的生无可恋，而韩国主持人更是当众煽风点火。好好请教 ，Made in China no Made in Korea China。然而接下来认真比赛的武僧义龙拿出了真正的少林功夫大力金刚腿，踢得韩国选手屁滚尿流、哭爹喊娘，甚至当众尿湿了裤子。这一幕看得韩国观众一脸蒙圈，他们无法相信眼前所发生的一切。这个将武僧义龙踢倒的男人名叫闵永珍，自称是韩国第一神腿。在比赛还没开始之前，就嘲讽我们中国武术和中国足球一样不堪一击，还称韩国的跆拳道才是世界第一武术。在我看来，中国功夫就像中国足球一样不堪一击。我将会证明跆拳道的强大。而这场比赛，观众朋友们，迎战韩国第一神腿的选手便是我们的少林武僧一龙。我知道有很多人说呀，说一龙是什么假和尚啊，说一龙是个骗子，说一龙啊没本事。但是观众朋友们，此时此刻我们可是来到了韩国首尔这个棒子国，所以说呀，我们必须要齐心协力，一致对外。更何况对的还是韩国人。要知道，观众朋友们，韩国人曾经可是口口声声说我们的少林功夫是韩国发明的，这谁忍得了啊？真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此时此刻，在韩国人的衬托之下，我看武僧义龙是越看越顺眼呐。杜了哪里呀？棒子国呀！这种客观的因素所干扰，继续全身心的投入比赛。武僧义龙这种抗击打能是非常强大。尽管我们看到这个闵永珍用他这个跆拳道的什么旋踢动作啊，包括扫踢动作了、横踢动作了，但是在武僧义龙面前一一化解。要知道武僧义龙这个抗击打能力啊，我就跟你讲，你在启动的时候啪一个近身，原来你闵永珍对手只是击倒了一龙一次，而现在观众朋友们，一龙是成百上千次的在还给对手。虽然说一龙呢，他是名声在外，有好有坏啊，讨厌他的人有很多，但是观众朋友们，这讨厌啊也得分场合。在韩国人面前，我看武僧一龙啊，那也是眉清目秀啊，那也是英姿飒爽，那也是威武无比啊。好的，跪下来，跪下来就对了。让你嚣张什么韩国第一腿？我看你是韩国第一瘸腿吧。这个封堵动作。此刻，台下的韩国美女观众啊，都心疼的不得了，因为这个闵永珍在他们的心中啊，就是男神啊，就是偶像。但现在他们的偶像闵永珍啊，都快被武僧义龙打成呕吐的对象了啊！照这么打，不吐啊，想不吐啊，都难啊！赶紧站起来，但是裁判也是更快啊，赶紧过来说我要读秒。这才是武僧义龙一脸生无可恋的原因。好，韩国的选手闵永珍，他的身上没有任何斗志的感觉，而你看一龙，双眼当中充满杀气。上武僧义龙更加全面。我们看到这个闵永珍，你虽然练跆拳道，你只有用腿法进攻，但是你这个上三路啊，他只有腿法。而这个家伙虽说有腿法，但是啊，他在一龙的面前，他的两条腿就像他的裤子一样啊，两根面条软的不行。一只活脱脱的软脚虾呀，这是。브레이크인데 그렇죠. 하이킥 슬그머니 위로 피하고 있는 민영진. 민영진 선수는 항상 자기 오른쪽으로 크게 돕니다. 지금 이미 现在闵永珍已经不像在第一局比赛里面利用什么后旋踢啦旋风脚啊，对不对？横踢动作已经没有了。现在场上完全被武僧义龙牢牢的控制着。 킥복싱이라든지 KO 룰에 맞춰서 하는 움직임 전혀 아니고. 别说这场比赛真的是大快人心，上一秒这帮韩国的小棒子还在兴奋庆祝，下一秒就被武僧义龙的大力金刚腿踢的是屁滚尿流。那屏幕前的您觉得韩国跆拳道和我们少林功夫啊，和中国武术到底哪个更强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咱们下期视频再见。你过来呀！我听说少林寺的铁头功很硬，但是我认为我的拳头会更硬。明天我会3拳打爆少林武僧的狗头，证明我的实力。
好，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一场真正的少林武僧杀入到日本的一场精彩对局。由于近2年日本人实在是越来越猖獗啊，大张旗鼓的表示说日本武术是天下第一啊，是中国武术的老祖宗。观众朋友们，我们经常听说啊，这个孙子像爷爷，但头回听说啊，这个爷爷像孙子啊。哈哈。好，注意看眼前的选手，他个子不高，长得也不是很壮，他就是年近50岁的俗家武僧玄铁。而眼前的小子便是日本的名户人质，他非常的年轻，才24岁啊，非常年轻。像比赛前你也看到了，这个小日本子啊，对我们中国武术、我们的少林功夫啊提出了质疑，并称自己的拳法可以3拳打穿少林铁头功啊，你没有听错，哈哈。哇，敢挑战铁头功，你还头一个。哦，注意看我们的武僧玄铁还真不做防守啊。为何叫玄铁啊？因为他的抗击打能力很强啊，金钟罩、铁布衫还有铁头功，他练的是炉火纯青，巅峰造极。所以说我们看呢，他在打拳的过程当中啊，双手放得很低，中门大开，任对方随便打。そうですね、ちょっとこのやっぱり武田選手がいいプレッシャーかけてくるんでね、大内選手のプレッシャーを全く受けから。我们看武僧玄铁，他的确是稳度十足，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反观看这个小日本子啊，都是毛手毛脚。现在对手已经慌了，因为他发现呢多次的有效进攻啊，根本没效果啊，根本打不动。赛前牛皮吹得很响，但是现在我们看啊，我们少林武僧呢把脑袋露给他，他都不敢打。好，连吃对手3拳，但是毫无反应。实际上，我们真正的少林功夫啊，都是这么厉害啊！只不过近2年有些假和尚，比如说什么一虫啊、一猫一狗，在国际擂台上坏了少林功夫的名声。要不然啊，我们少林功夫在前些年20年前那是享誉世界，很多老外也会来中国来学习。哦，爆杆拳！哎呦！不止抗击打能力强，拳法也不错。一次读秒送给这个小日本子名户人质。对方搞了一个地垄沟发型，搞了4个垄沟。他是要干什么？是要在脑袋上种土豆吗？还是种地瓜？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您觉得这位武僧玄铁的表现如何呢？已经50岁了，我觉得虽然说身体上来看啊，不是那么协调，不是那么快了，哦，但是抗击打能力和这个距离把控啊，还是一流的。你没有看错啊，这都是日本的美女。哦，发现这个日本女性比男性要高啊，观众朋友们。好，比赛来到第2回合，看一下双方的精彩表现，精彩对局。作为一个少林弟子啊，他敢只身一人啊来到日本来切磋啊，来弘扬中国武术啊，说句实话，我是非常佩服他的。玄铁在年轻的时候啊，也是一个叱咤风云、横扫武林的狠角色，所以说呢，他也是胆子比较大啊，胆大心细。哦，又是爆杆拳。连续的爆杆让这个小日本子腹部啊已经有些发紫了。武僧玄铁被对手逼在了角落。哦，随便打。
这个小日本子拳速的确不慢，但是准头的确是不强。赛前他表示可以3拳打穿少林的铁头功啊，但是现在我们看呢，我觉得给他300拳啊，他都未必能击倒我们。好，这下没关系啊，这只是普通的一个滑倒。好，注意看时间，第一回合还有最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了。对手做了很多没有意义的高鞭腿啊，白白的浪费体能。而且我们看他的大腿啊，已经是他的左腿已经是像个大茄子一样肿了。好，第2回合比赛结束，2回合的对决已经让这个小日本子名不人知啊，怀疑人生了。赛前牛皮吹得响当当，那么现实给了他一个重重的一个大巴掌啊，一个大逼兜。现在的确日本人总说呀自己是什么什么天下第一，而韩国人啊总喜欢说什么什么是自己的原创，自己发明的。这2个国家都是人才啊，都挺有意思的。好，最后一个回合，看一下武藤玄铁能否拿下这场对局。实际上，持久战对于武藤玄铁来讲呢是非常的不利。那无论怎么说，当年有多么厉害啊，如今就50岁了，跟一个20岁的小伙子打，所以说呢，吃亏啊和持久战肯定是要吃亏的。哦呦，什么情况？哇哦！观众朋友们，注意看日本选手小鬼子，哎呦，这个鼻孔怎么红了？一脸的狼狈，和赛前吹牛的那个小子啊，这是一个人吗？好，最后1分半的时间，我们看武藤玄铁连续，我们看左手都已经不打起来了。这个左手是不是受伤了呀？武藤玄铁示意对手随便打。哦呦，再打！硬扛3拳，你不是嚣张说3拳打爆我的脑袋吗？给你机会，你也不中用啊！刚刚是真的给到对方一个机会了。结束了，看情况应该是起不来了，一个后手中炮，哇，太精彩了！好，观众朋友们，这场少林武术大战日本功夫的比赛终于迎来了结局，让我们恭喜这位少林武僧玄铁啊，不愧是少林寺真正的武僧，50岁依旧非常强劲。好，咱们下期视频再见。今放送席、現在のクラッシュのチャンピオン佐々木大蔵選手が背筋をピッとしてモニターを見つめております。今までで一番背筋伸びてますよ今。教育队。我的天哪！实在是太快了，电光火石之间。少林最强武僧失手杀生，一拳打爆外国选手太阳穴，瞬间猝死擂台，下杀裁判。他是嵩山少林寺的铁腿神僧，就连武僧一龙见了他都要叫一声吃书。他将少林功夫练到了炉火纯青、巅峰造极的境界，腿部的爆发力更是令人瞠目结舌，凭空便能跳起3米多高。不管你是哪国的精兵强将，还是世界拳王，只要你敢来少林寺踢馆，你只能爬着走出擂台。
希望对方能够说到办到。如果说我是一虎的教练，我会跟他说，你不要打那么多没用的东西，你可能就是打你的摆拳，2个摆拳护起来，然后呢不要低扫踢一踢，是吧？动作单一一点，因为你的体能可能会有一定的吃亏，因为他体重他的肌肉量比较大。哎，很好很好，漂亮，4个大摆拳打得非常棒啊！我觉得一定要再稳一点，再打准一点啊！很明显，这个萨克背靠龙王已经被武僧一虎的气势所吓到了。在来中国之前，他认为泰拳是世界上最牛最硬的拳法，但是现在我们看，他只敢背靠龙王畏畏缩缩，因为我相信他能清晰地感觉到吃到武僧一虎的重拳有多么惨。实际上，武僧一虎最拿手的不是拳法，而是腿法，但是这个泰国选手萨克主动要求你不可以用腿法。好，注意看，哎呦，神猴上树！哈哈，神猴上树来了，对方就像一个猴子一样，距离还是很大的啊，稍微差了那么一点点。我们少林功夫还是可以的啊，我们觉得我们中国的选手就是在让我这里，在之前我一直对少林功夫可能有一些，KO 了，读秒了，对，好，打 KO， 给我，看看能不能站起来。这是机会，这是一个机会，摆拳打起来。哇，摆拳2个摆拳，4个，又送5个，漂亮6个，又一次，泰国选手太能扛了，我觉得应该有问题。观众朋友们，已经连续2次击倒了对手。少林最强武僧果然是名不虚传。我们看萨克已经不行了，实在不行，你乖乖的把800万赶紧交出来吧，要不然我觉得你可能小命不保啊！又2个摆拳，又一次，完了 KO 了。好，观众朋友们，彻底 KO， 让我们恭喜武僧一虎，太精彩了！连续3次干倒了泰国拳王，获得了800万，恭喜武僧一虎。